一次只准拆一个抓头，这样拆房子你们有没有见过？你们经常说我磨洋工，这次是我不想磨也要磨了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今天我们要拆的这栋房子啊，至少有5个以上的同行来看过，结果呢都不敢接这个活。为什么就这样一栋2层的房子大家都不敢拆呢？因为啊，右边要留2间房给东家临时居，东家只要我帮他把左边这4间房拆了就行。你们看，不拆的这2间房，一间是卧室，一间是厨房。因为建一栋新房子至少要1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建好，所以东家要留2间房用来临时住才行。这栋房子呢，我跟东家谈好是1080包的。如果要是把那2间房砸坏了，那我今天就没有工资。说真的，其实我也没有把握，这放来放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要不我们请教一下专业拆房的黎16，看他有什么办法。这个房子我们先问一下这个黎16，看他怎么拆啊。喂，李总。陈师傅你好。李总啊，找你有点事啊。什么事情？找你肯定是拆房子的事啦。我拆房子想怎么搞了？我就是这里有一栋2层的房子啊，这个该怎么拆呀？用锤子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用锤子怎么拆？拆到好远马月去了。那不用锤子用什么？用挖机啦。用挖机你要搞一下要退出去哦，你不要长时间等在那里哦。一戳又退，一戳又退哦，不然上这样砸到玻璃的哦。哦，搓一下就退一下，搓一下就退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啊对，全程用行走。那这个是不是很容易打到自己啊？打到就打到，反正又不会从手机这里跳出来打到。你这个老妞啊，算了啊，不找你了啊。对对。这个黎16他跟我说啊，他要我这样搓一下就退一下，就是不管他上面倒不倒，反正每次都要退一下。诶，你们还真别说，这招真管用。你们看，用他的这个方法就是掉不下来。早知道我就不问他了，都已经逼我搓成一个这样的缺口了，上面就是不掉下来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用他这个方法了，还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吧。我就这样轻轻的往前面一推，你们看，嘿嘿，这不就拆下来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还是不要听别人的，要自己有主见。别人的方法可能只有别人操作实用，而自己呢可能就操作不过来了。但是这里呢就不能够用往前面推的方法了，因为上面有一根梁压着，头重脚轻，所以只要把下面弄个缺口，上面就全部掉下来了。把上面拆了，下面就非常容易了，随便怎么推都行。我们把这些梁啊门啊全部给它挖到一边，撒下5撮后就把这4间房啊拆了2间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2间房的建筑垃圾利用起来，垫在自己的挖机下面，把挖机的平台垫高，这样拆剩下的那2间房就比较容易了。接下来的这一面墙啊，因为上面有几米是土砖，这种土砖呢跟红砖有一点不一样。红砖你在下面推一个好大的缺口，它都不会倒下来，但是这个土砖呀，就用黎16的那种方法最实用，只要在中间推一个小小的缺口，它就直接整面墙都倒塌了。所以说啊，对不同的事情就要用不同的方法，这样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。前面那2间房呢就不能拆了，为了防止在拆的时候打到这些木头，把对面的那2间房搞坏了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些木头撬出来才行，然后再拆这些墙。拆这种木头啊是有方法的，一般人还真的不会拆，只能像我这样轻轻的上下摇放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移出来。接下来的这2面墙啊，就是今天最难的地方了。拆好了呢就1080到手，要是拆不好呢，今天就什么都挣不到。为了保守起见，我还是一个一个的拆吧，我就不信这样拆都能够闯个祸出来。嘿嘿，只剩下最后一面墙了啊，只要拆好这一面墙就1080到手喽。看过陈师傅视频的都知道，陈师傅每次干活都会搞点事情出来，这次呢也不例外。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就这最后一下，你们看那间房子动了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间房应该是坏了，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总是我啊？我赶紧叫东家去请了一个木匠师傅过来，先拿一根大木头把这里顶住，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够保住这间房不塌。接下来这面墙啊就更难拆了，如果拆得不好，整面墙全部倒塌了，那下面这间房就直接砸穿了。所以啊，我又这样一个一个的拆，
如果实在不好拆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去请个工人拆了。好在陈师傅开了16年的挖机技术啊，还是过得硬。你们看，又失误了，我也真的是服了。我看东家一直在那里摇头，然后他跟我说算了，不要我拆了，他要我帮他把这些建筑垃圾啊全部整平，要把这个房屋地基整平后，他才好放线。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1080啊，东家会不会给我挖地基呢？东家有可能是不会叫我了，所以现在给东家整平啊，我是非常用心，我一定要帮他挖得平平整整的，看能不能够将功补过。差不多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个房屋地基就被我整平了。刚好到了中午12点多钟，东家就叫我先去他家吃个饭再走。哎呀，终于吃上了4个菜。吃完饭之后，东家又跟邻居在那里商量，就是这条通往东家的马路太窄了，东家想把这条马路加宽2米，重新到外面砌一条挡土墙。我就跟东家说，包挡土墙我是专业的，要东家把挡土墙包给我。东家说可以，等他过几天把材料拉回来，就把挡土墙包给我来砌。他要我先把挖机开回家，等他的好消息。结果我等了1个星期没有等到东家的电话，我就特意跑过来一看，我的乖乖，挡土墙都砌好了。嘿，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多说我们开挖机的混得好，你们看我陈师傅每天的午饭不是吃泡面就是吃面包，我徒弟跟着我混都是3天29顿，所以徒弟都现在不跟我学了，回家了。兄弟们真的太难了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，今天这个东家他是要我在这里给他挖一个屋藏坪出来，里面石头都是这么大一个，这个怎么挖喽？而且我这个挖机呢又是个新挖机，又没有装破碎锤，就算有个破碎锤，这种石头我这个小挖机也打不动。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就只能帮东家把石头四周的土清空就行了，到时候再叫个同行的大挖机过来打这些石头。这些土呢，东家叫了一个车子过来，直接要我把土装到货车上。我本以为这些土啊还要拉到很远的地方去，没想到就直接倒在东家门口的路上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所以就只要叫一个车就行了。差不多装了10车土，东家门口的路上就堆满了。这里呢也刚好被我清了一大片石头出来，所以装车的事就先告一段落。我们去把路上的土给它清开一下。这个土呢既然倒在这里，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啊，这些土肯定是挖在鱼塘的边坡上。我看东家也没有说什么，所以我就挖着土啊往鱼塘里面甩。可没想到东家的儿子跑过来跟我说，下面鱼塘不是他家的，土不能往那里堆，等一下怕别人来找麻烦。既然那里堆不了了，然后老东家就告诉我，要我把挖机开到这个前面来，把土甩到鱼塘的边坡上，千万不能掉下去了。可没想到啊，少东家又跑过来跟我说，这样做不行，这鱼塘的边坡上都是别人堂主种的鱼草，现在把别人种的鱼草都麻了，完了，等一下怎么跟别人解释啊？我就实在有点想不通了。既然都把土全部倒在了这个路上，不往左边扔就是往右边扔，右边呢又全部种了庄稼，也不是东家的地，我也真的是服了啊，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土到底往哪里扔，然后就把土全部倒在路上。这下没办法了，只能东堆一斗西堆一斗，完全就是没有一点计划就把我挖机叫过来干活。反正我现在是每挖一斗都要经过东家的同意，才知道这一斗要挖到哪里去。你们看，刚开始东家说这里不能堆，现在又要我堆，又把别人的鱼草麻掉了很多，瞎折腾了几个小时，还是没有把这些土消化掉。后来东家竟然反过来问我，说这些剩余的土该怎么办？我也真的是服了，这还能怎么办嘛？直接叫个货车来又把它拉出去嘛。所以东家就听了我的，又把货车叫过来了。不知不觉就做到了下午2点多钟了。我无意间看到东家拿个碗在那里吃饭，我说大哥，难道我就不用吃饭的吗？嘿，现在陈师傅真的是混得太差了，到哪个东家家里面干活都没得饭吃的，所以我就又叫摄影师给我送了一个泡面过来。看着吧，连3点钟的东家都没叫你吃饭，先吃个面垫一下肚子。我吃面。我去，昨天中午吃面包，今天中午吃泡面。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吃泡面，但是当肚子饿起来了的时候啊，我感觉这个泡面特别香，梨汤都被我喝完了。吃了泡面后继续干活，这路上的土呢总算是全部消化掉了，然后东家就要我把这些边上啊全部压一压，结果压紧之后啊，东家又要我把它挖松，我实在是想不通了，这样挖过来挖过去，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在磨东家的洋工。东家又把别人货车叫过来装一车肯定是不可能的，
他就又要我给货车还装机车，我就跟东家说，你千万不要把土又倒在路上了，要是再倒到路上，就真的没有地方处理了。然后东家就要货车司机把土拉回家，这几个货车司机呢就比较鬼灵精怪，每一车都是拉了8车就跑了。然后我就跟东家说，干脆别装了，你这样做划不来。但是东家呢却执意要装，他要我帮他把这里刷个漂亮的坡。大家看我刷坡的技术怎么样？还是有2把刷子吧。老板娘看我连续干了7个多小时没有下挖机，辛苦了，所以就拿了一个梨子给我。然后东家呢，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倒土的地方，就是他门口的这个鱼塘，他要我在这个鱼塘的坡上挖一个平台，这样平台上就可以堆很多土了。正当我准备从这里开个口下去挖平台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大爷，他跟我说是谁叫我在这里挖的，要我挖机先别走。听大爷说这个鱼塘是他的，东家没有跟他打招呼，就在他的坡上堆土，把他的鱼槽都堆了。溜了，账都没结就赶紧溜。哎，今天又是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